有错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。中国第一时间对等反制加拿大，反击很强烈，也给其他企图挑衅中国的国家提前打了个样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开门见山，今天说下加拿大这事儿。日前，加拿大将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。不到24小时，中国对等反制加拿大，直接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，并要求其在13号之前离开中国境内。事情就这么个事情，可以看出，今天中国外交是十分强硬的。对这种莫须有的挑衅，中国回击的相当迅速。虽说是对等反制，但事实中国的反击明显是提高了一个等级的，丝毫没有给加拿大留任何的情面。你拉黑我一名外交官，我就拉黑你外交领事，而且你的领事也甭想在中国待着了，给你3天时间，赶紧收拾铺盖滚蛋，也算是中国最后的仁慈了。当然了，中国这次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，也是因为加拿大玩得太过火了。加拿大犯了2个致命性错误。俗话说得好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。世界各国对外交官一职的态度都是很默契的，不会轻易下场动手，因为公然对他国外交官下手，就是对对方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赤裸裸的侵犯。换言之，今天加拿大这事干的就很不合规矩。哪怕今天中国不愿意搭理美国，但既然美国驻华大使想谈，秦刚外长还是在访问欧洲之前跟伯恩斯谈了半个小时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其次加拿大无中生有，造谣抹黑中国，这个比上一点要更严重。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给大家捋一捋。加拿大有位议员在去年一直在中国新疆等问题上发表不实言论，不光自己乱说，还向加拿大议会发起了议案，结果议会还通过了，单方面给中国定了罪。这种严重造谣抹黑，中国合理合法对加拿大相关人员进行了制裁。然后有意思的事儿来了，中国的制裁连带了这位加拿大议员的亲属，这也是正常操作。但这位加拿大议员的父亲是香港移民，这项制裁给这位加拿大议员的亲属在香港带来了很多不便。然后这人就上告到加拿大议会，声称中国对自己的家人进行了威胁和骚扰，要求加拿大对中国相关人员进行制裁。然后加拿大政府便将中国驻多伦多的外交官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。这件事情应该是很清楚了吧？到底谁对谁错，谁是谁非，一目了然。中国依照国际法办事，加拿大有错就要认，挨打就得立正，这事儿就这么简单。但加拿大呢，因为在对华经济利益上很挫败，硬是要整这么一出来恶心中国。其实自从孟晚舟事件后，加拿大基本上就在中国的黑名单上了，中加关系也一度跌到了冰点。加拿大跟在美国后头高举反华大旗，中国也不搭理。但是这并不代表加拿大可以骑在中国头上，只要敢主动挑衅，中国就必定全力回击，没什么好商量的余地。打痛了才能长教训，这也算是给其他挑衅中国的国家提前打了个样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